陈玉，你这样做太绝了吧，好歹同事一场。电话里传来颤抖的声音，我看着手机屏幕上显示的来电人，宁薇。昨天还在微信群里兴高采烈地瓜分我客户资源的人，宁薇，昨天你瓜分我资源的时候，想过同事情分吗？我的声音很平静，职场如战场，有时候你以为自己是猎人，结果发现自己才是猎物，而有时候你以为自己被人踩在脚下，却不知道真正的底牌还在自己手里。这个道理，我的前同事们今天算是彻底明白了。大家好，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，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。2023年11月15日下午3点，我坐在瑞思广告公司28楼的工位上，看着电脑屏幕上闪烁的光标，手指悬在键盘上方，犹豫了很久才敲下那几个字：辞职申请书。说不紧张是假的，毕竟在这家公司干了3年，从一个什么都不懂的菜鸟业务员，一步步爬到客户总监的位置，手上握着颜悦化妆品、恒基地产、飞扬科技、润达食品、星河传媒这5个大客户，年营业额加起来近1000万。但我实在受够了。新来的销售总监于海峰，一个空降兵，来了半年，一直在折腾我，克扣我的奖金，说我的方案不够创新，抢我的功劳，说是他的指导才让项目成功，甚至在客户面前贬低我，暗示他才是真正的负责人。最过分的是上个月，颜悦化妆品裴总明确表扬了我做的双11营销方案，结果于海峰直接跟总经理汇报说这是他的创意，我只是执行而已，忍无可忍，无需再忍。陈玉，你真的要走？宁薇从隔壁工位探过头来，眼神里有种说不清的复杂。宁薇29岁，跟我同期进公司，表面上是好姐妹，实际上一直在暗地里较劲。她手上只有2个中等客户，业绩一直比我差一截，但野心不小。已经决定了。我继续整理着桌上的文件。哎呀，舍不得你啊。她的声音听起来很真诚，但我注意到她的眼神在我的客户资料上扫来扫去。你走了，这些客户怎么办？还没等我回答，梁瑞就凑了过来。梁瑞35岁，公司的老油条，察言观色的功夫一流，哪边有好处就往哪边倒。陈玉要走了，梁瑞装作很惊讶的样子。不是吧？你在公司发展的这么好，为什么要走？个人原因，我不想多解释。那你的客户？梁瑞搓着手。恒基地产的蒋总我挺熟的，要不然我来接手，这样也不会影响公司业务。我冷笑了一声，果然还没正式辞职呢，就开始惦记我的客户了。白楚也走了过来。白楚24岁，去年刚毕业进公司的新人，平时对我挺恭敬的，经常跟在我后面学东西。陈姐，你真的要走吗？白楚看起来有点不舍。那润达食品和星河传媒这2个客户，我一直在协助你处理，要不继续由我负责？好家伙，连平时最老实的白楚都开始盘算了。这时候，韦经理从办公室里走出来，看到我们这边的动静，走了过来。韦经理50多岁，是我的直属上级，为人还算公正，但也有自己的小心思。陈玉，听说你要辞职？韦经理皱着眉头，有什么困难可以跟我说吗？咱们内部解决。韦经理，我已经想好了。我把辞职申请递给他。韦经理接过申请书，扫了几眼，叹了口气。那好吧，我尊重你的选择，不过你的客户不能空着，得有人接手。他转头看向围过来的几个人，
眼神在他们脸上扫了一圈。你们几个回头开个会，讨论一下客户分配的问题。宁薇眼睛一亮，韦经理，我觉得我有能力接手颜悦化妆品。梁瑞也不甘示弱，恒基地产那边我跟蒋总关系不错，由我来比较合适。白楚虽然没有抢着说话，但眼神里也透着期待。我看着这一幕，心里五味杂陈。3年的同事情谊就这么不值钱吗？我还没离开公司，他们已经开始打算瓜分我的资源了。韦经理摆摆手，具体的等陈玉走了再说，现在先让他安心办理离职手续。我低头继续收拾东西，假装没有听见他们的讨论，但心里却在冷笑。想要我的客户没那么容易。晚上6点半，我刚走出瑞思广告的大楼，手机就响了。陈玉，你真的辞职了？电话那头是我的好朋友贺林，他在公司的财务部工作，刚办完手续。我一边走向地铁站，一边回答：我靠，你们业务部的群聊炸了，你要不要看看？贺林的声音里透着幸灾乐祸。这些人啊，真是现实。什么意思？你等等，我截图发给你。很快，微信就收到了贺林发来的截图。我点开一看，差点没气笑了。业务部的群聊里，这帮人已经开始明目张胆地讨论怎么瓜分我的客户资源了。宁薇，韦经理，颜悦化妆品这个客户我研究了很久，我觉得我有能力接手。他们主要做女性护肤品，我作为女性更懂他们的需求。梁瑞，韦经理，恒基地产的蒋总我认识好几年了，以前在别的公司就有过合作。这个客户交给我最合适，我对房地产行业也比较了解。白楚，韦经理，润达食品和星河传媒这2个客户，我一直在协助陈姐处理，对他们的需求和习惯都比较了解，我觉得可以继续负责。韦经理，既然大家都有想法，那就这样分配吧。宁薇接手颜悦化妆品，梁瑞负责恒基地产，白楚继续跟润达食品和星河传媒。至于飞扬科技，我亲自跟进。宁薇，太好了，明天我就去拜访裴总，跟他详细聊聊后续的合作计划。梁瑞，我也联系一下蒋总，约个时间吃饭，正式接手项目。白楚，谢谢韦经理信任，我一定会好好服务这2个客户的。韦经理，大家都加油，争取让客户满意，不能因为陈玉的离职影响到公司业务。宁薇，放心吧，韦经理，我早就想接手大客户了。说实话，颜悦化妆品的营销策略还有很大优化空间，我已经有一些新想法了。梁瑞，是啊，恒基地产那边也是，陈玉的方案太保守了，我准备给他们一些更有创意的建议。看到这里，我真的是又气又笑。保守？我给恒基地产做的那几个项目，哪一个不是超额完成销售目标的？去年的金秋置业节活动，我策划的营销方案直接让他们1个月卖出了200套房子，创下了公司单月销售记录。还有宁薇说我的营销策略有优化空间，颜悦化妆品跟我合作2年多，业绩翻了3倍，裴总每次见到我都夸个不停，他有什么资格说我的策略有问题？我继续往下看。宁薇，对了，陈玉走了，他的办公室也空出来了，那个位置采光好，我能不能搬过去？梁瑞，哈哈，宁薇你想得真周到，不过客户总监的办公室确实应该给接手大客户的人用。白楚，宁薇姐搬过去吧，我就不凑热闹了。韦经理，这个可以考虑，等过几天再看吧。宁薇发了个笑脸表情，
太好了，明天我就开始准备搬家。看完消息，我拨通了贺林的电话。看完了？贺林笑着问。看完了。我深吸了一口气，这帮人真是够现实的。我就说嘛，职场上没有真朋友。你走了，他们第一时间想的不是挽留你，而是怎么瓜分你的资源。贺林的语气里透着嘲讽，特别是宁薇，平时跟你装姐妹，背地里早就盯着你的客户了。算了，随他们去吧。我说着违心的话，但心里已经开始盘算了。想要我的客户，做梦去吧。我在地铁上给颜悦化妆品的裴总发了条微信：裴总，有时间聊聊吗？很快，裴总就回复了：当然有时间。小陈，听说你从瑞思辞职了？是的，想跟您聊聊后续合作的事情。好，明天上午你来我办公室，咱们详细聊聊。我又分别给其他几个客户发了类似的消息。恒基地产的蒋总、飞扬科技的赵总、润达食品的孙总、星河传媒的周总都很快回复了，表示想跟我见面聊聊。看着这些回复，我嘴角扬起了一个弧度。宁薇、梁瑞、白楚，你们以为客户是公司的资源？错了，客户跟的是人，不是公司。明天就让你们见识见识什么叫做现实。第二天上午9点，我正在家里喝咖啡，手机响了。陈玉，你猜怎么着？贺林兴奋的声音从电话里传来。你们那几个同事今天一大早就出门拜访客户去了，一个个信心满满的，是吗？我不动声色地问。宁薇8点就出门了，说要去颜悦化妆品跟裴总见面。梁瑞也早早出门，说要请蒋总吃早餐。白楚倒是坐在办公室里，不停地给他的客户打电话。我看了看时间，差不多该出门了。那我挂了，待会儿有事。去哪啊？见客户。9点半，我到了颜悦化妆品的办公楼下，刚走到门口，就看见宁薇从里面走出来，脸色很难看。她看到我，愣了一下，然后勉强挤出一个笑容。陈玉，你怎么在这里？来见裴总。我淡淡地说，你都辞职了，还见什么客户啊？宁薇的语气里带着一丝不悦。我刚刚跟裴总聊过了，他说会考虑我们的合作方案。哦，是吗？我看着他的表情，心里已经有了答案。宁薇显然不想在这里多待，匆忙跟我打了个招呼就走了。我进了电梯，直接去了顶楼的总裁办公室。小陈，裴总一看到我，立刻起身迎接。快坐快坐，我正等着你呢。裴总40岁出头，精明能干，把颜悦化妆品从一个小作坊发展成了年营业额上亿的公司。他对合作伙伴的要求很高，但一旦认定了，就会非常信任。裴总，刚才宁薇来过了。我开门见山地问。裴总摆摆手，表情有些无奈。来是来了，但是怎么说呢？感觉不太合适。怎么个不合适法？他拿了一套方案过来，说是为我们量身定制的，但我一看就知道是套模板，连我们产品的特点都没搞清楚。裴总摇摇头，还有他对我们之前的合作情况一问三不知，很多细节都答不上来。我点点头，这在我意料之中。宁薇平时忙着搞自己的小算盘，对我的客户情况根本就不了解。小陈，我直说了吧。裴总看着我跟你合作这么久，你的专业能力和服务态度我都很认可。现在你离开瑞思了，我们还能继续合作吗？当然可以。我拿出早就准备好的合作方案，我正在筹备自己的工作室，可以为您提供更加个性化的服务。裴总接过方案，仔细看了几页，眼睛越来越亮。这个思路很好，比之前的合作模式更灵活，而且成本还能降低10%。
是的，我们可以去掉中间环节，直接对接，效率会更高。那太好了，裴总当即拍板，咱们什么时候签正式合同？下周一怎么样？我的工作室马上就能注册下来，没问题。从颜悦化妆品出来，我心情大好，第一个客户搞定了。我开车去了恒基地产，路上接到贺林的电话，陈玉，梁瑞回来了，脸色很臭。贺林压低声音说，我偷听到他在跟韦经理汇报，说蒋总很忙，没时间聊项目的事情，让他过段时间再联系。哦，是这样啊，我忍住笑意。对了，白楚那边也不顺利，他给润达食品打了好几个电话，人家都说在忙，没空聊。星河传媒那边更直接，说合作暂停，不需要对接了。看来今天他们都挺忙的，哈哈，你这话说的真有意思。对了，你在干嘛呢？也在忙。我把车停在恒基地产楼下，先挂了。蒋总的办公室在18楼。我刚走出电梯，就看到蒋总的助理小王在等我。陈总，蒋总在会议室等您。好的。推开会议室的门，蒋总正在里面踱步，看到我进来，立刻迎了上来。陈总，终于等到你了。蒋总握着我的手。刚才瑞思广告的梁瑞来了，说要接手咱们的项目，我直接就拒绝了。蒋总50多岁，做房地产起家，为人爽快，最讨厌虚头巴脑的东西。梁瑞那个人我了解，就会说漂亮话，一点实际能力都没有。蒋总摆摆手，陈总，咱们合作这么久了，我只认你一个人，你现在自己出来做，我全力支持。谢谢蒋总信任。我拿出合作方案，这是我为您准备的新方案，请您过目。蒋总看了几分钟，连连点头，好，比之前的合作方式更灵活，而且你们的服务费用还降了，这简直是双赢啊！是的，我们直接合作，省去了中间环节，自然更有优势。那还等什么？咱们什么时候签合同？下周一可以吗？没问题，我让财务准备一下，到时候直接签约。第二个客户也搞定了，接下来我又分别去了飞扬科技、润达食品和星河传媒，结果都一样，客户们都表示愿意跟我继续合作。对瑞思广告派来的接手人员都不满意。飞扬科技的赵总说，那个韦经理来了，什么都不懂，还摆出一副上级的姿态，我当场就让他走了。润达食品的孙总说，白楚那小伙子倒是挺客气的，但是太嫩了，很多东西都不懂，我怎么敢把项目交给他？星河传媒的周总说，陈总，你在哪里，我们就在哪里，这是信任问题，不是钱的问题。到了下午4点，我已经拿到了5个客户的合作意向，坐在车里，我给贺林发了条微信，今天收获不错。贺林秒回，你干嘛去了？搞得这么神秘，见了几个朋友？什么朋友？以后你就知道了。我没有直接告诉贺林实情，虽然他是我的好朋友，但有些事情还是等尘埃落定再说比较好。就在我接完最后一个客户电话后不久，贺林又打来了电话，这次他带来了更劲爆的消息。陈玉，你们那几个前同事都回公司了，一个个脸色都很难看。贺林的声音里透着幸灾乐祸。我偷听到他们在开紧急会议，开会。我假装惊讶，对啊，韦经理把他们都叫到办公室，好像在讨论客户的问题。贺林压低声音，我刚才路过的时候，听到宁薇在哭，说裴总不愿意跟他合作，是吗？我心里暗爽，但表面还是很平静。梁瑞也很沮丧，说蒋总根本不搭理他。白楚倒是没哭，但脸色也很差，说他的2个客户都不接电话了，
看来他们今天都不太顺利啊，何止是不顺利，简直是惨败。贺林兴奋地说：“你知道吗？韦经理刚才还专门找我问了你的联系方式，说有急事要找你。韦经理找我，这倒是我没想到的。对，我看他那个着急的样子，估计是想让你回去收拾烂摊子。”就在这时，我看到宁威给我发来了微信：“陈玉，裴总的助理刚才打电话说他们要更换合作公司。”紧接着，梁瑞也发来消息：“蒋总说项目暂停，不需要对接了。”这到底怎么回事？白楚的消息最简单：“陈姐，我的2个客户都说要终止合作。”看着这些消息，我知道真相即将大白了。此时，贺林又打来电话：“陈玉，我刚才问了财务部的小张，他跟我说了一些你以前做的事情。”贺林的语气变得认真起来：“现在我终于明白，为什么这些客户对你这么信任了。为什么？我明知故问。裴总女儿生病的时候，你半夜陪她跑医院；蒋总项目出问题的时候，你连续加班帮他解决；赵总公司资金紧张的时候，你还自己垫付广告费；孙总创业初期，你免费为他做方案；周总公司被恶意重伤时，你帮他策划公关活动。”听到这些，我心里涌起一阵暖流。看来我的付出不仅客户们记在心里，连公司里的其他同事都有所了解。陈玉，你是真的把客户当朋友啊？贺林感叹道：“难怪人家这么信任你。而宁威他们呢？”贺林继续说：“宁威平时就知道在办公室里搞小动作，很少出去见客户。梁瑞虽然经常往外跑，但都是去应酬，真正谈业务的时候很少见到他。至于白楚，他倒是挺勤快的，但经验不足，很多事情处理不好，所以啊，客户们心里都有数。”我淡淡地说：“我算是明白了。”贺林恍然大悟：“你这招太高明了，让他们自己暴露问题，然后客户们自然就做出选择了。其实我并没有刻意设计什么局，只是做了我该做的事情，用心对待每一个客户，在他们需要帮助的时候伸出援手，在他们遇到困难的时候提供支持。这些年来，我从来没有把客户仅仅当作赚钱的工具，而是当作朋友。我相信真诚总会换来真诚，付出总会有回报。”就在我跟贺林通完电话后，韦经理的来电让整个局面彻底明朗了。“陈玉，你在哪里？”韦经理的声音听起来很急促。“在家啊。”“韦经理有什么事吗？你能不能来公司一趟？我们需要谈谈。”“韦经理，我已经辞职了，有什么事电话里说就行。”“陈玉，我直说了吧。”韦经理的语气变得诚恳起来。“今天宁威他们去接手你的客户，结果都不太顺利，客户们对他们都不满意。”“哦，是吗？”我装作很惊讶。“客户们都说只认你一个人，不愿意跟其他人合作。”韦经理叹了口气：“陈玉，你能不能回来？我们可以重新商量条件。”“韦经理，我的辞职申请已经批准了，恐怕不太合适吧？那你能不能帮个忙，跟客户们沟通一下，让他们给我们一个机会？”我冷笑了一声：“韦经理，昨天你们分配我的客户的时候，可没有征求我的意见，现在出了问题，又想起我来了。”“陈玉，我知道昨天的处理方式不太合适，但是……”韦经理，没有但是，我打断了他的话：“我已经决定自己创业了。这些客户愿意跟我合作，是对我个人能力的认可。”“什么？”韦经理显然没想到这个结果。“你是说这些客户要跟你走？”“是的，我们已经达成了初步合作意向。”韦经理沉默了很久，然后说：“陈玉，你这样做是不是有点什么？”
我的语气变得冷淡起来。韦经理，我用正当的方式争取客户，有什么问题吗？韦经理被我问得哑口无言，最后只能无奈地说：我明白了，陈玉，祝你成功。谢谢韦经理。挂了电话没多久，我的手机又响起来了。第一个打来的是宁薇。陈玉，你这样做太绝了吧，好歹同事一场。宁薇的声音在颤抖，显然是哭过了。宁薇，昨天你当着我面想要瓜分我资源的时候，想过同事情分吗？我的声音很平静。我那不是为了公司业务着想吗？宁薇的声音带着哽咽。你走了，总得有人接手啊。为了公司业务，我冷笑。那你为什么第一个就盯上了颜悦化妆品？为什么还要搬到我的办公室？宁薇被我问得说不出话来。宁薇，你平时是怎么对待客户的？你自己心里清楚。我继续说道。裴总为什么不愿意跟你合作？你也应该知道原因。陈玉，我知道我平时做得不够好，但你能不能给我一个机会？宁薇的语气变得哀求起来。求你了，至少给我留一个客户吧，我房贷压力很大，如果业绩不好，我可能会被降职。听到这里，我的心软了一下，但很快我就想起了昨天他在群里的那些话，想起了他平时对我的种种小动作。宁薇，机会是自己争取的，不是别人给的。我的语气依然冷淡。你应该反思一下，为什么客户不信任你？我直接挂了电话。宁薇的电话刚挂，梁瑞就打来了。陈玉，你这么做是不是太过分了？梁瑞的语气很愤怒。我们都是一个公司出来的，你这样恶意挖客户，良心不会痛吗？恶意挖客户，我笑了。梁瑞，我用什么恶意手段了？你就是故意的。梁瑞显然说不出具体的理由。你明知道客户信任你，故意让我们去碰壁。梁瑞，你听好了。我的语气变得严肃起来。我没有故意让任何人碰壁，是你们自己能力不足，无法赢得客户的信任。什么叫我们能力不足？梁瑞不服气。我在这个行业干了10几年了，干了10几年又怎么样？我反问道。你了解蒋总的公司情况吗？你知道他最看重什么吗？你清楚他的项目难点在哪里吗？梁瑞被我问得哑口无言，愤怒地挂了电话。第3个打来的是白楚。陈姐，对不起。白楚的声音很小，显然很愧疚。我昨天不应该那么急着要接手您的客户。白楚的态度让我有些意外。这孩子倒是还有点良心。白楚，你知道错在哪里吗？我的语气缓和了一些。我知道。白楚的声音带着哭腔。我太急功近利了，以为接手了大客户就能升职加薪，但我没有想过自己有没有能力服务好这些客户。知错能改就好。我叹了口气。白楚，你还年轻，有的是机会。但记住，做人做事要脚踏实地，不要总想着走捷径。陈姐，您能不能给我一个机会？白楚小心翼翼地问。我知道我现在能力不足，但我愿意学，愿意努力。我沉思了一会儿。白楚这孩子人品还可以，就是太年轻，容易被利益蒙蔽双眼，但他能够认识到自己的错误，说明还有救。白楚，我可以给你一个机会。我说道。我认识一家小公司，正在找业务员，你愿意去吗？愿意。白楚激动地说。谢谢陈姐，不过我得先说清楚，那家公司规模不大，薪水也不高，但老板人很好，能学到真东西。没关系，我不怕苦。那我明天联系一下，看看能不能安排你去面试。谢谢陈姐，您真是个好人。挂了白楚的电话，我心情好了一些，至少还有一个人知道悔改。晚上7点，我正式回复所有客户，愿意继续合作。
我发了一条朋友圈，感谢各位朋友的信任和支持。从明天开始，我们将以全新的合作模式为大家服务，相信这个选择对大家都是好的。配图是5份合作意向书。发完朋友圈，我的手机立刻炸了，各种点赞和评论如雨后春笋般涌现。裴总第一个评论：支持陈总，期待我们的新合作。蒋总紧跟着评论：陈总威武，咱们一起干大事业。其他几个客户也都留言表示支持。除了客户，还有很多朋友和前同事也来点赞和评论。贺林评论：厉害了我的姐。看着这些评论，我心里五味杂陈。3年的职场生涯，我学会了很多东西，也看清了很多人。有些人值得信任，有些人只能当作过客。但不管怎样，我都选择了用心对待每一个人。这份初心我会一直保持下去。第2天上午9点，我来到工商局办理营业执照。刚走出大厅，贺林就给我打来了电话：陈玉，你们公司今天乱成一团了。贺林兴奋得语无伦次。总经理震怒，韦经理被叫去谈话，宁薇在办公室里哭，梁瑞到处骂街。这么热闹，我一边走向停车场，一边问：何止是热闹，简直是炸了。贺林压低声音：我偷听到了一些消息。总经理问韦经理：为什么5个大客户一夜之间全部流失？韦经理支支吾吾说不清楚。然后呢？然后总经理就问宁薇他们到底是怎么跟客户谈的。贺林学着总经理的语气：宁薇说裴总看不上他的方案，梁瑞说蒋总不给他面子，白楚说客户都不接电话。我忍不住笑了，这些理由还真是有创意。更觉得在后面，贺林越说越兴奋。总经理听了这些汇报，当场就发火了。他说：1个客户不合作可能是意外，5个客户同时不合作，肯定是我们自己的问题。总经理说得对，宁薇被叫去单独谈话了，听说要被降职。梁瑞也好不到哪里去，这个月的奖金全扣了，还要承担客户流失的责任。白楚呢？我有点关心这个年轻人。白楚倒是处罚最轻的，就是被警告了一下，可能是因为他昨天主动承认了错误。贺林说道：对了，韦经理也被批评了，说他用人不当，管理失职。看来这次震动不小啊，不小，简直是地震。贺林夸张地说：5个大客户加起来1年近1000万的营业额，说没就没了。公司第4季度的业绩指标算是完不成了。我能想象得到公司高层的愤怒。年底了，突然失去这么多重要客户，对任何一家公司来说都是致命打击。下午2点，我来到了瑞思广告公司。电梯门打开的那一刻，我看到了久违的办公环境，一切都还是老样子，但气氛明显不同了。同事们看到我，表情都很复杂，有羡慕的，有嫉妒的，有尴尬的，也有幸灾乐祸的。我径直走向总经理办公室，路过业务部的时候，看到宁薇坐在角落里，眼睛红肿，显然哭过很多次。她看到我，立刻转过头去，不敢跟我对视。梁瑞倒是很勇敢，直接瞪着我，眼神里满是愤怒和不甘。白楚看到我，想要过来打招呼，但又犹豫了一下，最终只是远远地点了点头。我敲响了总经理办公室的门：请进。总经理是个50多岁的中年人，精明能干，把瑞思广告从一个小工作室发展成了100人规模的公司。陈玉，坐。总经理指了指对面的椅子：听说你要自己创业了？是的，总经理。我坐下来，手续已经在办理了，恭喜你。总经理的语气很平静：
年轻人有闯劲是好事，谢谢总经理。陈玉，我们开门见山地说吧。总经理放下手中的文件，你带走的这5个客户对公司来说非常重要，你看有没有可能让他们重新考虑一下？总经理，客户的选择我无法左右。我如实回答，他们是基于对我个人能力的信任才做出这个决定的。我明白。总经理点点头，那你能不能告诉我，为什么他们对你这么信任？我想了想，决定说实话，可能是因为我一直把他们当朋友，而不仅仅是客户。具体怎么说？裴总的女儿生病时，我半夜陪她去医院；蒋总的项目出问题时，我连续加班帮他解决；赵总资金紧张时，我主动延长付款期；孙总创业初期，我免费为他做方案。我一一列举。这些年来，我从来没有把他们仅仅当作赚钱的工具。总经理听着，不时点头。那宁威他们呢？总经理问道。他们为什么没能获得客户的信任？总经理，这个问题您应该问他们自己。我不想背后说同事的坏话，不过我可以说，做业务最重要的是用心。如果只是为了完成任务，为了赚钱，客户是能感受到的。总经理沉思了很久，然后说：陈玉，你愿意回来吗？我可以给你更好的条件。谢谢总经理的好意，但我已经决定了，我的态度很坚决。我相信独立创业对我来说是更好的选择。那好吧，总经理叹了口气，我尊重你的决定。走出总经理办公室，我看到韦经理、宁威、梁瑞都在外面等着，他们的表情都很复杂，有期待，有紧张，也有不甘。怎么样？韦经理急切地问。我已经跟总经理说清楚了，我平静地说道。客户的选择我无法改变，我也不会改变。宁威忽然冲过来，抓住我的胳膊。陈玉，你到底怎么做到的？你凭什么让客户这么信任你？我看着他红肿的眼睛，心里有一丝同情，但更多的是冷漠。宁威，你应该问问自己，你是怎么对待客户的？我轻轻挣脱他的手，用心对客户，客户自然用心对你。什么用心不用心的，不就是会拍马屁吗？梁瑞在旁边冷嘲热讽，装什么圣人？我转过头看着梁瑞，眼神变得锐利起来。梁瑞，你觉得裴总女儿生病时我半夜陪她去医院是拍马屁？蒋总项目出问题时我连续加班是拍马屁？梁瑞被我问得哑口无言。梁瑞，做人要有底线。我的语气变得严厉起来。你可以质疑我的能力，但不能质疑我的人品。办公室里其他人都看着我们，气氛变得很紧张。够了，韦经理出来打圆场。陈玉，你走吧，我们不会再打扰你了。我点点头，转身向电梯走去。走到电梯门口，我回头看了一眼，宁威还在那里抹眼泪，梁瑞还在那里愤愤不平，韦经理一脸无奈，白楚则是一副若有所思的表情。电梯门关上的那一刻，我知道我再也不会回到这里了。1周后，我的工作室正式成立了，玉晨广告工作室。虽然规模不大，但5个大客户的正式合同都已经签署完毕，营业额比之前在瑞思的时候还要高出50%。因为省去了中间环节，我能够为客户提供更优质的服务，同时收取更合理的费用。贺林给我打电话汇报瑞思那边的最新情况，宁威被正式降职了，从客户总监降为普通业务员，工资也降了1/3。贺林的语气里透着幸灾乐祸，听说他现在每天都在网上投简历，想跳槽。梁瑞呢？我问。梁瑞更惨，不仅奖金全扣了，
还被要求承担客户流失的责任。他现在正到处联系其他公司，但好像都不太顺利。为什么不顺利？你想啊，一个业务员把5个大客户全部搞丢了，哪家公司敢要他？贺林笑道。而且这是在圈子里传得很广，大家都知道是怎么回事了。我有些意外，这么快就传开了。那当然，这么劲爆的事情不传开才怪呢。贺林兴奋地说，现在整个广告圈都在传你的故事，说你是怎么从打工人华丽转身成为老板的。白楚怎么样？我关心地问。白楚倒是还好，处罚比较轻，而且我听说你给他介绍了新工作，他已经去面试了，是一家做食品营销的小公司，老板人不错，能学到东西，你对他还真是够意思的。贺林感叹道。白楚不一样，他只是年轻冲动，人品还是可以的，我解释道。而且他主动道歉了，知错能改就值得给机会。韦经理呢？韦经理被调离业务部门了，去了行政部，算是明升暗降。他这个年纪了，基本上没什么发展前途了。我叹了口气，韦经理其实人不坏，只是管理能力有限，而且在处理我辞职这件事上确实欠考虑。对了，还有个好消息要告诉你，贺林神秘地说，我也准备跳槽了。跳槽？去哪里？还能去哪里？当然是跟你干了。贺林兴奋地说，你现在开公司了，总需要财务吧？我这就递辞职报告。我被他逗笑了。贺林，我这才刚起步，规模很小，可能给不了你太高的薪水。无所谓，跟着你干，我相信前途无量。贺林信心满满，而且我们是多年朋友，我了解你的人品和能力。那好吧，欢迎加入，我很高兴能有老朋友的支持。1个月后，我的工作室已经上了正轨，5个客户的项目都进展顺利，而且裴总还介绍了2个新客户给我。蒋总的地产项目大获成功，他主动把合同金额提高了30%。贺林也正式加入了我的团队，负责财务和行政工作。我们还招了1个设计师和1个文案策划，虽然规模不大，但效率很高。这天下午，我去银行办事，在楼下遇到了宁薇。他看到我，先是愣了一下，然后主动走过来打招呼：“陈玉，好久不见。”宁薇的表情有些尴尬，但态度比上次好了很多。宁薇，你怎么样？我客气地问。还行吧，找到新工作了。宁薇苦笑了一下，一家小公司，薪水不高，但能糊口，那就好。陈玉，我想跟你道个歉。宁薇的语气很真诚，之前是我做的不对，太急功近利了。现在想想，当初确实不应该那样做。看到他真诚的态度，我心里的一些芥蒂也消除了，都过去了，不用放在心上。我说道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选择，我不怪你们。谢谢你这么说。宁薇的眼眶有些湿润，听说你现在发展得很好，我真的很高兴。谢谢，你也要加油，相信你会越来越好的。陈玉，现在想想，当初确实太急功近利了。宁薇若有所思地说，做业务很简单，真心对客户，客户就真心对你。我说道。看着宁薇离去的背影，我心里感触很深。职场如战场，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不一定要剑拔弩张，有时候宽容和理解比报复更有意义。3个月后，我接到了白楚的电话。陈姐，谢谢您。白楚在电话里兴奋地说，我在新公司表现很好，老板说要给我升职了。真的吗？恭喜你，我为他高兴，都是您给我的机会。白楚感激地说，如果当初您不介绍我去这家公司，我现在还不知道怎么办呢。这是你自己努力的结果。我说道，我只是给了你一个机会，
能不能抓住还是要看你自己。现在想起来，我这个决定是对的，给一个知错能改的年轻人一个机会，不仅帮助了他，也让我自己心里更踏实。1年后的今天，我坐在自己的办公室里，看着窗外的车水马龙，心里感慨万千。玉晨广告工作室已经发展成了一家20人规模的公司，客户从最初的5个增加到了15个，年营业额突破了2000万。裴总不仅继续跟我合作，还投资入股了我的公司，成为了股东之一。蒋总的地产项目连续3期都获得成功，他现在把所有的营销推广都交给了我们。贺林从财务升任了副总经理，负责公司的日常运营。我们还招了几个专业的策划和设计师，团队越来越专业。前几天，我偶然听说了一些前同事的近况。宁威在新公司表现还不错，虽然薪水不高，但工作稳定。他吸取了之前的教训，开始真正用心对待客户，口碑逐渐好转。梁瑞跳槽到了一家小公司，薪水比之前低了很多。不过听说他也开始反思自己的工作方式，不再那么浮躁了。白楚在新公司发展得很好，已经升为部门主管，年薪比在瑞思的时候高了1倍。他经常给我发微信汇报工作情况，感谢我当初给他的机会。韦经理在行政部门安安稳稳的工作，虽然没有太大发展，但也算是稳定。听说他现在对管理有了新的认识，更加注重团队建设和人才培养。至于瑞思广告，失去那5个大客户后元气大伤，但也在慢慢恢复。他们吸取了教训，开始更加重视客户关系的维护，管理方式也有了一些改变。回想起1年前的那个下午，我在办公室里敲下辞职申请书的时候，从来没有想过会有今天的结果。那时候的我，只是一个受够了职场倾轧的普通员工，只想离开那个让我不快乐的环境。我没有什么宏伟的计划，也没有什么深谋远虑，只是做了我认为对的事情，用心对待每一个客户，在他们需要帮助的时候伸出援手，把他们当作朋友，而不仅仅是赚钱的工具。这些看似简单的事情，最终成为了我成功的基础。在这个浮躁的世界里，真诚已经成为了稀缺品。当大多数人都在追求快速成功、急功近利的时候，那些愿意用心做事、真诚待人的人反而显得珍贵。客户选择跟我走，不是因为我有什么特殊的能力，而是因为我让他们感受到了真诚和信任。在商业合作中，这比任何技巧都重要。现在，我依然坚持着这个原则，对每一个客户，我都会用心对待；对每一个项目，我都会全力以赴；对每一个员工，我都会公平对待。我相信，这样的坚持会让我走得更远。人生就是这样，你怎么对别人，别人就怎么对你。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。大家有什么想说的、想吐槽的，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。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。